各位同学好，欢迎来到数位讯号处理器第18单元课程总复习下。在这个单元，我们要复习我们实际操作的部分，然后我们主要复习的包含了我们之前所讲过的计时器中断，还有脉波调变以及类比转数位等等，我们来做一个总复习。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单元大纲。一开始我们要介绍 CCS 的使用，以及它的记忆体的配置方式，还有 IQ Math 怎么来使用。那接下来我们会介绍快速复利的转换，以及它在实际上 CCS 上面怎么来实作，还有滤波器设计，包含有线、无线、脉冲响应，还有计时器与中断、脉宽调变、类比数位转换等等。好，那在这个 part 我们首先介绍 CCS 来复习一下，好，如何来使用 CCS 跟它机体配置的方式，还有我们 IQ Math TI 所提供的这样的数学的函式库。那我们这一个课程用到的是28027，它主要是C2000的一个定点式的晶片。好，那我们这边有两个图，左边是Control Stick， 右边是Experimenter Kit。然后它价格上不同，好，左边比较便宜，那右边的比较贵。那我们可以到这个网页上面去购买，好，都可以购买得到。所以同学可以自己在家里，好，用你的笔电或用你的电脑，用这个硬体就可以来实作我们所有的课程的部分。好，那这个硬体上面它包含有一些硬体的一些功能，好，包含里面有 LED 灯，也包含了 USB 的 JTAG， 好，这样的界面，好，所以它那颗 IC 28027就是最右边那个 chip， 好，它最右边有个排线。好，那这个28027它的硬体是60 MHz， 也就是它是 16.67 nanosecond 的执行周期，它的电压是 3.3 伏。好，它也提供了 IEEE 1149JTAG 的周边扫描器，可以透过 JTAG 来做一个 debug 的动作。然后它是32 bit 的 CPU， 里面有包含了内部记忆体，也有启动记忆体，也包含了时脉跟系统的控制。好，它也提供了一些外部中断的输入控制，里面有128个位元的安全锁码，让你程式可以避免被人家盗取。它也提供一些马达周边控制，包含 PWM， 还有串列部的周边。它里面也有12位元13通道的类比数位转换界面，以及低功率消耗与省电模式的设计。好，那我们来看 CCS 主要是 TI 所提供的一个来操作、来 program 整个他们系列的 DSP 或 MCU 的一个软体界面。它里面是有一个图形整合界面，好，它里面可以做编译、主译，还有去连接我们的命令档，就是机体配置的部分。好，最后可以把这些都连接完之后，好，透过 link， 好，然后可以产生出我们要的执行档。这些是我们执行码的产生工具。然后，如果各位执行 CCS 之后，就可以看到一开始会有这画面，然后这边可以开启新专案，或是我们可以用过去的一些范例，来做修改。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些过去的范例。然后在我们课程当中，我们也提到很多如何用过去的专利来做我们的实验。好，如果我们选择开启新专案，我们就看到这画面。这画面里面有可以选定我们的这次实验是要用哪一个硬体。好，在我们课程当中，我们选定是28028的 Piccolo 系列，它里面有包含不同的硬体。我们如果是使用 Control Stick， 是可以选这一个。如果各位使用Experimenters Kit， 就是比较大块那一张，就可以选下面那一个。好，那选完之后，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模拟器。好，在这里面我们选择 SDS100V1 的 USB Emulator 当做它的仿真器。最后我们必须键入我们的专案名称，好，它会在我们的 Workspace 里面产生出一个目录。那这边也可以选择说你的专案是空白的，还是有一个 main.c 档，好的一个专案。
如果你选择空白是完全的空白，如果你选择面点 C 档的专案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面点 C 档的架构的一个程式。那接下来再按完成，就可以完成一个新专案的设定。那这画面就是我们一个编辑程式的部分，在 CCS 下面你可以做你的程式的编辑。然后这边按钮是按下去的时候是可以进入侦错的模式，就是它就可以产生出我们最后要的我们的输出档到我们的硬体上面去。然后当你进入 debug 模式的时候，你可以去观测我们的一些变数值，你可以加入我们想要观测的变数值。好，那接下来讨论一下我们的记忆体配置，因为在 TI 的软体里面，我们要来叙述我们这硬体到底记忆体的配置方式，也就是说，哪些记忆体的位置是要放我们的程式记忆体，哪些记忆体位置要放我们的资料记忆体，哪些变数该放在什么地方，必须在 CMD 文件中来做个叙述。好，所以 CMD 文件就非常的重要。在 DSP 的系统里面，因为它有不同种类记忆体，所以我们必须专案里面必须包含一个 CMD 文件。那 CMD 文件所要的描述就是如何来管理记忆体，让程式呢可以顺利的执行。好，那在连接的时候啊，我们用 CMD， 我们就可以使用2种加指令，分别是 memory 跟 sessions。那 memory 主要是在规划记忆体，它可以透过 page 的选项来规划记忆体空间，最多可以设到0到25的 pages。那每个 page 可以当成一个独立的空间。好，那 session 是怎么样分配程式资料在已规划的记忆体结构当中？好，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等一下就会看到。所以等于说连接器会连接 CMD 档，跟一些相关的东西都放在这个 project 下面，我们就可以到时候可以来使用。那原则上它可以接受256组，就是 page 0到 page 255，然后2802其他的记忆体是一贯的，所以基本上你不可以定义在2个 page 是在同一个实体记忆体上面。page 0通常我们当做它的程式记忆体 ，page 1我们用作资料记忆体。好，这是个例子。假设我们写一个 memory 这样的东西，我们就可以配置说它里面有许多的 page， 这边有 page 0跟 page 1。那 page 0是程式记忆体，那 page 1是资料记忆体。那每个 page 里面有不同，例如说 flash D 有 flash C， 有不同记忆体的储存的空间。那每个储存空间有定义它起点的位置跟它的长度。好，定义完这个 memory 的宣告之后，我们接下来就会定义 session 的部分。好，这边红字部分是固定宣告，是不会动。那黑色的部分是我们使用者可以去修改的。好，这边长度跟起始位置必须参照我们的 memory map 的配置。好，这边不可以自己乱设，是必须根据说我们这个硬体它的 flash 的空间是哪里到哪里。好，我们必须符合它的规定。然后 session 部分，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资料分配到刚才所定义好的 page 0或 page 1。好，所以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点 test 代表我们主程式部分，程式码是放在 page 0里面。其中包含其他的，例如说我们的stake 啊等等，都可以从这边来设定我们放在哪一个记忆体区段。好，那接下来我们介绍 TI 所提供的 IQ 格式。那 IQ 格式基本上它定义就是说，假设一个32 bit 的 IQ 数学表示法，它的做法是前面是有些整数部分，后面有 Mantissa 的部分。好，然后它的举个例子，假设是 I8Q24，就是用24 bit 表示小数部分。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表示成像这样的格式。这是 IQ 的格式表示法。好，那它跟传统的Q 格式或是复列格式不一样。它优点是说，对所有数字来讲，它的精度是一样。好，它不像 IEEE 754的格式，它的动态范围可以很大，但是它精度不一样。它缺点是怎么样？它跟浮点比起来，动态范围比较小。好，所以我们来做个比较。IEEE 754它是不均匀的分布，接近0的时候，它精度比较高。好，然后 IQ 的格式的话，它是均匀的，因为它精度到处都是一样，这是它主要的一个特色。好，所以这边怎么来做比较？然后 TI 这边举个例子说，假设我们要计算这个数列式是 y 点 ms 加 b。好，那我们通常是说两个24个 bit， 24个位元的数相乘，就是 m 跟 x 都是24 bit， 它两个相乘，
乘完之后应该变成48 bit 嘛，好，等于说乘完之后，它会先做一个往右一个 shift， 那再变成24 bit， 最后这个结果 MS 结果再跟24个 bit 的 B 相加，就可以得到最后的 Y， 好，所以 TI 就是把刚才那个数学式子写成一些函数库，好，所以用 C 来表示就可以表示成这样，所以 TI 就表示成很多的方式，例如说这是浮点的方式，这是定点的方式。好，传统定点的 Q 格式就是很麻烦，就要移回去移回来。但是在 IQ 格式，它就怎么样？就是用一个指令叫做底线 IQ multiply 就可以表示 m 乘上 s 再加上 b， 就可以得到。那变数宣告都可以用这个underscore IQ 这样的宣告来宣告 IMSB， 分别是 IQ 的格式这样。好，如果是要用 C 加加的话，那更简单，直接把 m 乘上 s 加 b 就会得到 y， 这是用 C 加加的语法来写的，看起来更清楚。好，所以 IQ 是比较易写易读啦，所以它也提供一些定点跟浮点的相容性。假设说你可以，如果这硬题是有支援浮点的时候，好，你就把程式当中定义它的 math type 就是浮点的 math。如果这硬题是定点的话，你就把它定义成 IQ math。好，它编译器会自动转换成不同的 code。如果是浮点的话，会像右边这样；如果是定点的时候，它就会转成 IQ 的IQ 的指令来做计算。好，所以就不会遇到说，当你在不同硬体上面的时候，有些是浮点，有些硬体，有些是定点的时候，你在程式上会有很大的修改。各位同学，在这一个 part 里面，我们介绍了如何来使用我们 CCS， 也介绍了我们 IQ 格式。好，这是 TI 所定出来的 IQ 的运算方式，它的方便性。好，所以我们一开始了解整个 CCS 使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说，我们如何用 TI 这个环境来执行我们 DSP 的功能。